瞄准大西洋，普京找到了西方的软肋，北溪被毁反倒成了俄军动手的机会。各位好，欢迎来到康寻说。在俄乌冲突当中，俄罗斯海军出现的频率并不高，特别是在黑海舰队旗舰莫斯科号巡洋舰沉没之后，俄罗斯海军在外界的形象更是一落千丈啊。在俄罗斯军队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当中，有关俄罗斯海军的新闻是少之又少，难免会有人发出这样的疑问：难道说这俄罗斯的海军已经是真的到了该走下历史舞台的地步了吗？那答案显然是否定的。虽然说近年来俄罗斯海军水面舰艇的实力有大幅下滑的趋势，唯一一艘航空母舰库兹涅佐夫元帅号的维护工作也迟迟没有进展，但是不可否认的是，即使是凭借一些吨位较小的护卫舰，俄罗斯也依然能够威胁到北约国家的安全，因为在这些舰船上面装备了目前世界上顶尖的高超音速武器。同时，俄罗斯海军的水下威慑力并没有没落，特别是俄罗斯海军携带了核弹头的核潜艇，那依然是北约国家心中挥之不去的噩梦。这些隐藏在深海当中的幽灵，随时都有可能给西方国家发出致命一击。再加上波塞冬核鱼雷的研制成功，让普京的手里又多了一个让西方胆寒的王牌武器。所以说，这西方国家在任何时候都不敢小看俄罗斯海军。当然了，核武器这种战略级别的武器，那除非到了万不得已，那是不会轻易被使用的。俄罗斯虽然常常将核威慑挂在嘴边，但是其他国家也都知道，只要不触及普京的红线，核战大概率那是不会爆发的。因此，除了核武器之外，俄罗斯海军还需要另外的威慑手段来制衡西方国家。这不，据希腊媒体的报道，在俄罗斯海军当中有一支对西方国家十分具备威慑力的部队，而值得注意的是，这支部队并不是人们想象当中的核威慑力量，而是普京用于打击西方关键基础设施的特种部队。在西方的一些军事专家看来，普京是已经找到了西方国家的软肋。位于大西洋海底的电缆、管道以及其他通信设施，在不动用核武器的情况之下，普京可以选择破坏这些关键设施，来给西方国家造成严重的破坏。有分析人士指出，一旦跨大西洋海底电缆受到了破坏，那么将会严重影响到欧洲和美国的网络和通信，对西方国家的经济会造成无法想象的打击。那或许有人就会问了，难道俄罗斯敢冒着被全世界谴责的风险，去破坏西方国家的非军用设施吗？这就不得不提到之前的管道被破坏的事件了。北溪天然气管道不也是非军用设施吗？那还不是被蓄意破坏了吗？本来这北溪被破坏对于俄罗斯来说并不是一件好事，但是从军事层面上来讲，反倒成了俄军的一个机会，让他们在对北约展开报复时有了一个合适的理由。那或许哪天俄军被逼急了，普京就瞄准大西洋海底的设施，让北约也感受感受这设备被破坏的那种滋味。好了，本期节目就进行到这儿，欢迎点赞转发，留下您的精彩评论。